妻子突然意识到，眼前这个男人并非她的丈夫，因为她睡觉时从不把身体蜷缩起来，也从不对她说晚安。她怎么会知道，她的丈夫的灵魂已经被替换了？更奇怪的是，以前冷漠的她突然开始关心她，这都是因为死神使者的一个失误，错误地带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大叔的灵魂，不得已只好将其灵魂转移到另一个已故之人的身体中。那个同名的帅哥也被宣告死亡。在化妆师处理他的遗体时，他的手突然动了一下，化妆师被吓得连忙吞口水。他本想告诉他的家人，结果自己紧张过度晕倒了。另一位化妆师吓得跑了。当那位帅哥坐起来时，他的家人全都惊呆了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有的甚至直接晕倒了。他叫贤哲，是个支行长，理性以苛刻著称，对待妻子就如同下属。他的话对妻子来说就是命令，让他在外工作，这让他感到很没面子。仅仅因为他收入较高，就让妻子完全听从他。他的妻子慧珍早已厌倦了这种生活，不论是作为妻子，还是作为母亲和儿媳，他自以为做得很称职。而他上班并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不用再看他的脸色。另一个叫贤哲的油腻大叔是一名厨师，这是他的妻子小花。尽管生活清贫，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。虽然他看起来有点油腻，但他非常幽默又可爱，一切都是以家庭为中心。碰巧是同名同姓的两个男人，他们甚至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在他们的生日那天，油腻大叔一回到家，家人给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，女儿和妻子都送了礼物，礼物大到连爸爸都忍不住参与，气氛温馨得很。一天的疲劳感顿时消失了。慧珍也在等待贤哲过生日，但他却跑到了别的女人家。那女人还特意送了一束花过来，看着花上附带的纸条，他感到心都碎了。慧珍看着面前的蛋糕，他拿出那个女人送的书，书名似乎在嘲笑他。他苦笑，那正是他自己的样子。他尝了尝蛋糕，甜甜的，但眼泪却是苦涩的。当一个幽默体贴的灵魂转移到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高富帅身上，大叔还保留着过去的记忆，他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贤哲醒来后，妈妈激动地抱住了他，但他完全不认识他。看到镜子中的自己，他发出了恐龙般的尖叫。明明变得很帅，但他感到非常惊恐。他开始疯狂地抽搐。妈妈看到这一幕，断定他的脑子出问题了，坚称一定要治好他。贤哲急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人的孩子，但他妈妈怎么可能信他？当听到妈妈叫他贤哲，他立刻去确认病床上的名字，结果发现他们的名字竟然完全相同。于是他向妈妈借了手机，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小花，一开口就叫小花老婆，急切地向他解释起来，说自己的灵魂不小心进了别人身体。小花以为遇到了骗子，痛骂了他一顿后就挂断了电话。从小玩到大的小黑来探望他，以为他只是失忆了。贤哲仍旧尝试解释自己的真实情况，但谁会相信这种事？这不像是电视剧里的情节。他开始装可怜，动用感情牌让小黑帮他逃出去。刚离开医院就被人发现了，他逃到了死胡同，于是放下消防水管，然后不顾一切地滑了下去。下面的家人都被吓傻了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出事了，他直接从高处摔了下来。还没完，他马上爬起来，和小黑一起冲进车里，让小黑开车带他回家。到了家门口，看到了他的妻子小花，开始向他解释自己就是他的丈夫，把两人之间的小秘密都说了出来，希望他能认出自己。但他的老婆听完后感到非常害怕，这个男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私密的事？拿起东西就要和他拼命。贤哲看到这种场面也束手无策，小黑只能带着贤哲先回家。慧珍和孩子们都满脸陌生地看着他。贤哲不停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家，连门都是轻轻地关上的。突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，坐在淋浴间里大声哭泣。洗完澡出来后碰到了慧珍，感觉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真的是手足无措。慧珍看着他的样子觉得很奇怪，感觉他变得完全不是那个人了。本来是打算跟他提出离婚的，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慧珍一大早就准备好了早餐，贤哲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现实。他开始向慧珍了解这个身体的过去，原来他过去是个花花公子，一直都把慧珍当作是保姆。他们其实是名存实亡的夫妻。原来的他不仅大男子主义，还特别自私。慧珍说以前的他反对他去超市工作，他却早已打算离婚，所以不论做什么工作，他都要经济独立。慧珍还详细的解释了孩子和父母的情况。贤哲表示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，自己的身份暂时还要住在这里。转眼间他约妈妈出来见面，妈妈直接给了他一大笔钱。贤哲感动的哭了，这些钱是他向妈妈借的，因为在出事前他本来打算用店铺来办贷款，结果被告知已经有贷款记录了。他拿着文件再去银行的时候，结果半路出了车祸，知道家里没办法偿还贷款，所以只能向妈妈借钱。拿到钱后，他装扮成了快递员，把钱亲手交给了老婆。家里人打开包裹的时候，里面竟然是一沓沓的现金。
还有一张留着字条，原来是扮成她老公的好朋友，这样把钱送过来的。字条上还留了现在的手机号，说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联系他。晚上女儿特别想他，就在社交软件上给他发了消息。没有爸爸对他打击真大，每到夜晚就泪流满面。他坐在家门口，收到了女儿发来的感谢短信，但他叫他叔叔，不是爸爸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只能静静地坐在那熟悉的家门口。早上贤哲看着那些没肉的早餐，说以后让他来做早餐吧，还提到慧珍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，实在太辛苦了。这让慧珍感到非常惊讶。他让贤哲吃完后把餐具放一边，等他回来再洗。贤哲坚持说让他来洗，还特别感谢慧珍每天早起做早餐。当他要出门上班时，贤哲问他吃过早餐没，强调早上一定要吃好。这让慧珍完全惊呆了，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到了晚上，贤哲接到了那个女人的电话，但现在的贤哲并不认识她。就在这时，慧珍走了进来，贤哲慌张地挂了电话。慧珍直接问他是不是外面有别的女人。这一下贤哲更懵了，慧珍希望他尽快恢复过来，否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。另一方面，佛伯乐开始探查油腻大叔的死亡原因，从维修工那里了解到刹车被人故意破坏了，原本想快速结案，结果发现车主大叔已经死了。大东不得不认真对待。当他得知大叔死前只是轻伤，他便去了大叔的家调查，恰好遇到小花。小花觉得他不像好人，急忙跑回家并关上门。于是大东去了大叔女儿的学校，找到了他的女儿智秀，自报家门后开始询问关于大叔的事情，希望能查清真相。但智秀请求大东不要去找他妈妈，他说妈妈现在很痛苦，经常不吃饭，晚上还一直哭。大东回到办公室后，同事告诉他贤哲复活的消息，但他不相信这一说法。后来在查看监控时发现，确实有人动了大叔的车。小花失去了大叔，餐馆也无法继续经营，小花只好到便利店打工。贤哲想起了那份贷款文件，急忙赶到修理厂，想要取回文件。清查了店铺的贷款情况，工作人员质疑他的身份。贤哲说他是车主，对方告诉他车主已经去世，并且提到佛伯乐正在调查这起事故，这辆车已经成了证据。另一边，大东来到了监控的便利店，没想到这里就是小花现在工作的地方。小花心里嘀咕，怎么又碰上这个男人了呢？大东马上拿出证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还说他正在调查他的事情。在把录像拷贝完之后，老公的案子就进展了。小花提到有个奇怪的男人找过他，那人留下了名片。贤哲离开修理厂后就一直在外面闲逛，短短几天事情变化太快了，他心不在焉地回到了楼下，却在电梯口碰到了正要出门的慧珍。就在那一刻，两人的目光像是电流一般碰撞。大叔借用了贤哲的身体，向妈妈借了1亿，帮老婆度过了难关。小花收到巨款后，决定给那位匿名好友打个感谢电话。贤哲接到电话后非常激动，小花问他名字，他支支吾吾地避开了问题，然后叮嘱他要注意饮食，不要太操劳，还问了料理店和智秀的近况。贤哲听到敲门声，赶紧挂了电话。原来是慧珍拿着中药进来了，他二话不说抢过中药就喝了下去。慧珍惊讶地说，他以前从不喝中药，现在的他在很多方面都很让人惊讶。贤哲说他只是想快点康复。慧珍说他已经帮他向银行申请复工了，说完便离开了书房。贤哲的妈妈找到小黑，给了他一大包红包，拜托他帮忙让贤哲恢复记忆，还说有任何要求尽管提。小黑嘴上说不客气，但手却不自觉地颤抖。贤哲来到教堂向神父诉苦，最后诉苦变成了发泄愤怒，连神父都忍不住了。正当他要离开的那一刻，勾魂使者突然现身，原来他一直在贤哲身边，看来灵魂互换的事还没完。第二天，小黑带着妈妈把贤哲带到了古庙，大师一番快速操作后突然晕倒了，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贤哲赶紧抓起水壶深吸一口，然后像浇花一样朝大师猛喷。这一系列动作连勾魂使者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个女人是笑珠，也是贤哲以前的那个女人。这天他又打电话给她，贤哲觉得不能再逃避，于是决定去见她。一见面，笑珠就热情地扑了上来，把贤哲吓了一大跳。他赶紧把她推开，他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之间的关系。笑珠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，质问贤哲不能这样对待他，还说他现在处境很危险。大叔的灵魂完全听不懂他的话，说声拜拜就赶紧离开了。一出门就开始大骂，没想到原来的贤哲有这么漂亮的老婆。晚上慧珍送来了中药，他说等你恢复记忆一定会后悔的，因为他身上的衣服是慧珍送的生日礼物，而贤哲从没穿过它。慧珍离开时，贤哲叫住了他，然后向他道歉，说不该让他受伤。慧珍听了差点哭出来。随后贤哲开始在网上查贷款的信息，他想弄明白
为什么会突然涉及到贷款？尤其当原来的贤哲是支行长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受了贤哲妈妈好处的小黑，晚上叫贤哲出来喝2杯，希望能帮他恢复记忆。小黑把童年的事儿都讲了一遍，但他不知道贤哲不只是失忆那么简单。贤哲开始讲述自己是怎样附身到一个高富帅的身上，小黑却不相信他的话，而远处的勾魂使者清楚地听到了一切，他露出沮丧和愧疚的表情，伸手发出信号请求帮助。看来还有更厉害的人物要出场了。家里的顶梁柱不在了，小花不得不去便利店打工，连爸爸晚上也要去工地上班。第二天，贤哲以智秀爸爸的好友身份约他出来，点了智秀最爱的鲜虾披萨。通过交谈了解到爸爸和老婆都在打工，贤哲让智秀转告他们不必那么辛苦，他说自己一定会帮忙的。大东到了修理厂，听说有人在车里找资料，这让他更加怀疑。他在车里找到了大叔的贷款文件，但大东不知道这些文件有什么用。之后他找到了小花，这才知道那是贷款的文件，也知道了大叔其实没有贷过款，却有贷款记录。多年经验告诉他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他怀疑小花提到的那个奇怪男人和找资料的是同一个人。慧珍今天上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特别难缠的顾客，他冷静又机智地处理了这个问题。新来的经理金城看到了这一幕，对他印象非常好。那时慧珍还不知道他是新经理，在上班路上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男士，这个人就是金城。慧珍马上道歉，金城提议既然道歉了，不如帮他一个忙。原来他想让慧珍帮忙挑选礼物给父母。就这样两人开始互动，金城对慧珍的看法悄然改变。在办公室，金城得知慧珍是兼职员工，他打算提升她的职位，但同事告诉他，慧珍的丈夫是银行支行长，并不是因为钱才工作，可能不会想做全职。另一边，贤哲偷偷回到家，进房间拿回他的特大号内裤，还有他那帅气的身份证。当慧珍洗完澡出来，看到浴室一团糟，他去看衣柜，发现贤哲留下的内裤，质问这些内裤是谁的，而且还有整整10条。贤哲慌忙解释说，选内裤是他的自由，拿起内裤就跑了。慧珍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。晚上，慧珍打开冰箱，发现贤哲最爱的菠萝还没动，他拿着中药走进书房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小花的电话，慧珍死死地盯着他，贤哲只简单地说了声你好，小花立刻就挂了电话。通过声音，她确认了那个奇怪的人是谁，原来是她老公的那个匿名网友。慧珍问他为什么不吃菠萝，贤哲回答说他不喜欢吃。慧珍觉得自己发现了大秘密，然后说唐鑫是从远处来的。慧珍突然说出大叔不是贤哲，这话吓得他手足无措，他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是宋贤哲。慧珍又想了想，可能只是误会一场，这是把贤哲吓坏了。另一边，大东找到了小花，给他发了一个视频，告诉他这是嫌疑犯的视频，提醒他要注意安全。小花下班后收到了一通电话，原来是关于参加保险公司培训的事。显然他对自己不太自信。培训结束后，他的推荐人来找他，不断地鼓励他说，我能行你也行。这一幕怎么看都觉得很熟悉。贤哲今天也开始新工作，他刚到银行，同事们都来欢迎他，他却像个客人一样行为举止，不停地鞠躬问好。同事们都疑惑地看着他。行长老路过来跟他打招呼，贤哲表现得既谦虚又有礼貌，这让行长感到意外，但他们觉得贤哲是在装样子，因为贤哲经常说的就是。没多久，一位女部长进来了，竟然是那个叫肖珠的女人，气氛立刻变得尴尬。就在这时，小黑敲门冲了进来，原来是在事故发生前，贤哲推荐小黑来当保安，但同事们都不知道他俩有什么关系，还经常在贤哲面前说些他的坏话。贤哲其实更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份工作，他盯着眼前的书，脑子里不停地吸收着信息。突然他悟了，虽然占据的是大叔的灵魂，但这身体和头脑可是贤哲级的，所以无论是书上的知识还是工作的内容，他都能轻松理解。因为不知道系统账号密码，试了几次都不对。这时候接到了行长的电话，行长通知他参加金融圈的会谈。贤哲借机问到了密码，但他奇怪行长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密码。贤哲想要提前下班，于是问同事应该找谁申请，这让大家都一头雾水，毕竟他自己就是支行长。幸好在场的保安小黑帮忙解围了。这时贤哲才反应过来，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向大家鞠躬。同事们都觉得他变了一个样，原来以前的贤哲是个严厉而傲慢的人，一旦下属犯错就会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，而副支行长觉得他这是在作秀，提醒大家别被骗。这边勾魂使者小凯也等来了支援，开始小凯还在抱怨不满只派了1个人来，没想到对方是有11894个人格的首席护卫，立刻展示了自己的能力。他自称小猫表示会留在人间，直到大叔能回到自己家为止。他表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
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。贤哲来到图书馆的那一刻，偶然间发现了一本宋贤哲的书，翻开书籍，看到里面详细的履历，才明白原来贤哲真的很厉害。大叔突然感觉无力，勾魂使者突然出现在他旁边。小凯很好奇他怎么能读懂这些书，小猫解释说，大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。然后他对小凯提议做个实验，随即打了个响指，瞬间他变成了隐形人，在贤哲面前走过。只见他盯着那双光滑的腿，一眼都不想错过。小凯以为大叔不会偷看，没想到贤哲的眼睛根本停不下来，眼睛紧紧地跟着小猫，随后瞬间变回原样，感叹道：天下乌鸦果然一般黑。一见美女就停不下脚步，小猫开始担心起来，说慧真这么漂亮，担心大叔不会回到他老婆身边，这让小凯更加焦虑。那个晚上，贤哲发现慧真不在床上，走到客厅问她在做什么，原来慧真在等儿子回家。了解后知道儿子出去寻宝了，本该生气的贤哲却大笑起来，这让慧真很意外。贤哲告诉他不用太担心，男孩子都是这么成长的。此时他们的儿子江浩正在找地方借宿，他们找到了一家寺庙，寺庙的大师好心收留了他们。半夜贤哲看见慧真躺在沙发上，于是拿出被子给她盖上。慧真早早就醒了，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况。那天慧真去上班，京城特地邀请她共进午餐，饭桌上他们聊起来，慧真表达了想成为正式员工的希望。她还提到最近有一个新经理，自己对他很期待。慧真完全没想到新经理竟然是京城。第二天京城正式开始他的工作，他开始巡视超市的各项工作。当他到慧真部门自我介绍，大家才知道他是新经理。一位记者来到了大东的工作地点，假借采访之名，在大东的桌子下装了监听器，然后匆匆离开。大东将宋贤哲的案子告诉了同事，说如果大叔真有贷款，他的账户肯定有记录，但他查过了，完全没有交易记录，而这些都被监听记录下来。紧接着大东去了神话银行找贤者，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贤者听后非常不淡定，他冲进洗手间，懊悔为什么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从未贷款的人。大叔的怒气达到了顶点，一拳砸碎了玻璃，愤怒地回到了办公室，表示一定要配合调查，因为他要为自己讨回公道。那天行长亲自拜访宋贤哲，他谎称自己失忆了，向行长保证会尽快熟悉业务。行长并没有怪他，还安排人帮他从基础学起。他发现宋贤哲就是拒绝自己贷款的那个人，于是晚上约出来喝酒。他还叫了笑珠一起，想让笑珠帮忙查一下那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宋贤哲当初来银行贷款，系统里为何会有他的贷款记录。笑珠直说这是不能查，因为这事其实是你做的，宋贤哲其实根本没贷过款，是你伪造的挪用了公款，所以千万别查，不然你会有麻烦。大叔气得咬牙切齿。这时慧真给他打电话，说要和他讨论找儿子的事。贤哲不耐烦地对他大吼，笑竹说这才是你的真性情。贤哲问我们俩的关系到底有多亲密，笑竹说亲到连你挪用公款的事我都知道，清清楚楚。第二天晚上，贤哲收到一个叫杰西卡的女人发的短信，大叔骂宋贤哲真是花心，于是回了个电话，结果一看，原来他是宋贤哲之前的私人教练。大叔知道他是这里的会员，就开始疯狂地运动，把跑步机速度调到最高。杰西卡都以为他疯了，因为他想毁了宋贤哲的身体，不停地锻炼发泄情绪，差点把健身器材都废了。最后他还误以为杰西卡会和他打扑克，其实她是个正经姑娘，把杰西卡气坏了，他气冲冲地离开了。他还自以为聪明，一大早知道了真相的贤哲把衣柜的衣服全扔了一地。这时慧真走进来了，责问他为什么不关心儿子离家的事。贤哲突然大声喊住了他，一口气把自己灵魂转移到她老公身上的事全说了，说她讨厌这副身体，突然又冷静下来，说她需要时间理清头绪。慧真听后无言地叹了口气。贤哲一到办公室就召集所有员工，要求他们匿名写下对他的不满和评价，连餐厅的阿姨和清洁工也包括在内。大家议论纷纷，笑珠更是一头雾水。他还发现了宋贤哲挪用公款的事，先是震惊，后来非常生气。慧真一到公司就被京城叫到办公室，他打算组建一个特别小组，并邀请慧真加入。慧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就答应了，并立刻签了合同。京城注意到慧真没带婚戒，问他为何不带婚戒。慧真解释说工作时不方便带，京城还是建议他带上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误会他是单身。晚上慧真下班时发现车钥匙没电了，打算打车回家，刚走到外面就遇上大雨。在导演的安排下，京城准时出现在他身边，他提出送他回家。慧真刚回到家，想偷看贤哲的笔记本，不巧被回家的贤哲撞见了，于是他赶紧把东西放回去了。那一天
小花拿着大东给她的嫌疑人视频，去找了兼职的同事，希望他能帮忙留个心眼。没想到视频里的那个男人突然就出现了，他在这里购物，小花立刻就认出了他，于是他赶紧从便利店出来，然后立刻给大东打了电话，却在这时被那个男人从后面撞掉了手机，那人还帮他把手机捡了起来。小花害怕的不敢出声。当晚回到家，小花和家人讨论最近发生的一些奇怪事情，最终小花有了个结论，那个自称是她老公的男人和帮助她的那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。小黑向贤哲的妈妈报告情况，他说贤哲最近几次找小花，这让妈妈觉得贤哲可能外面有女人了。他感叹孩子怎么能这样。贤哲发信息约小花见面，小花见到贤哲后，虽然有预感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，但她还是感到非常惊讶。她随后问他为什么当初会穿病服，还自称是她老公。贤哲解释说那时候他在接受治疗，小花误以为他刚从精神病院出来。他又问他为什么会拿这么多钱帮助自己，贤哲谎称他叫许东九，说他们当年一起买过彩票，中奖后他逃跑了。后来听说贤哲去世了，他感到非常内疚，所以决定把那笔钱还给他。贤哲又问小花是否还想念她老公，小花说她和她老公感情很好，当然会想念。贤哲说他也很想念小花。小花听了完全懵了，叮嘱他记得按时吃药，并祝他早日康复。贤哲最后说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他。他离开时一辆巴士驶过，贤哲本能地跑到外侧保护小花。小花觉得这人真的怪怪的。他们到了神话银行门口，恰好被小黑看到。小黑看到他们在一起觉得不可思议，于是赶紧去向贤哲的妈妈报告，告诉他贤哲可能爱上了小花。妈妈听后几乎要晕过去了。晚上他来到了小花家，简单自我介绍之后，正要进一步解释来意，突然使者们出现了，他们对妈妈施了魔法，妈妈开始不停地唱歌跳舞。小花被吓得不轻，赶紧回家关上门。学校里同校的智秀和江浩发生了冲突，两人甚至打了起来。小花和贤哲都接到了老师的电话，他们赶到学校，没想到看到的是对方。贤哲看到女儿智秀的检讨书，一边帮江浩一边替智秀说情，恰好被刚到的慧珍听到。小花觉得很奇怪，她问你儿子叫江浩，你怎么叫许东九？这时慧珍走了过来，他们以一句抱歉一句不好意思，和谐地解决了孩子们的问题后，就离开了学校。贤哲一直在关心智秀，还紧紧抱住了她。贤哲和智秀都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慧珍看到这一幕，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，真的是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。贤哲回到银行，看到了下属们提交的评价报告，他仔细地翻阅并读完了报告，对以前的事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原来他是这么讨厌这个司机，居然在打瞌睡。前面正好有3个学生，车子几乎要撞上他们了。突然小货车的后轮飞了起来，3个人都吓傻了。原来是小凯突然出现救了他们，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。飞起的水果全部倒流回去。小凯告诉他们附近有住宿地点后，就使用瞬移技术离开了。江浩问其他2人是否也看到了，他们都说看到了。江浩的头盔里装了摄像头，他回家后检查摄像头的录像，却发现视频里什么都没录下来。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害怕。这天早上，贤哲准备去上班，慧珍突然提出要离婚。他说他受够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失忆，我早就提出离婚了。贤哲反驳说你不该这么委屈自己，你早该离开我了。送走贤哲，他拿着离婚协议书就出门了。慧珍一脸困惑。妈妈来到银行找贤哲，说他最近都在坐公交，问他是不是疯了，让他买辆坦克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车祸了，叫他辞掉银行的工作，反正我们家里有矿，爸爸去世时留给他25个小目标。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又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和小花交往的，如果让慧珍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这让贤哲大吃一惊。妈妈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，说有钱男人一个个都不靠谱。灵魂深处的贤哲说他其实已经有孩子了。妈妈差点晕过去。小黑又向妈妈报告了新情况，说小花在保险公司工作，他决定再去见见她。小花很快就接到了贤哲妈妈的电话，还以为自己遇到了潜在客户，高兴极了。小花一见到妈妈，妈妈就问她孩子多大了。小花不懂妈妈什么意思，就说孩子读初2了，这让妈妈吓得差点晕倒，然后不停向小花道歉，还说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小花一头雾水，旁边的小凯也只能苦笑。妈妈接着问小花想要什么，她说想成为保险业的王者。贤妹妹听了直接喷笑，谈到关键处，小凯忍不住了，立刻打了个响指。妈妈开始不由自主地跳起舞，周围的人纷纷拿起手机拍照。小凯觉得尴尬，赶紧溜了。贤哲则被小黑胡乱汇报。小黑回应说没想到你变了口味，说还是喜欢你之前的那个卢美的女孩。结果贤哲纠正他不是姓卢，而是姓高。听到这个，小黑惊讶地问你是不是恢复了记忆？连贤哲自己也很惊讶，
这天京城又请慧珍吃饭，他说他喜欢和喜欢的人一起享受美食，说他现在感觉超级幸福。慧珍听后陷入了沉思。回公司的路上，他们经常讨论她和老公的关系，说很多夫妻即使关系不好，仍然会继续生活在一起。慧珍回答说，婚姻不应只用关系好坏来评判。京城说他也离过婚，因为最初并不是因为爱情在一起。贤哲的爸爸在工地不小心踩到了铁管，正当他快要掉下去时，小凯他们及时伸出援手，他们先把时间定格，然后把爸爸安全救回。小花查了贤哲的保险信息，发现他曾领过车险金，事故的日期竟然是她和老公出车祸的那天，这让她大吃一惊，觉得一切太巧合了。笑珠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短信，短信说佛伯乐和小花在查贷款的事，贤哲也开始调查贷款问题。笑珠急忙去办公室找他，告诉他不要再调查贷款的事了，说佛伯乐已经在调查这件事，你如果继续查下去会毁了自己。贤哲问他怎么知道佛伯乐在调查，笑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正在这时，小何拿着资料走了进来，贤哲让小何帮忙查一下大叔的贷款记录，居然发现贷款已经还清了，还款时间正好是他出车祸住院的时候。贷款的负责人名叫吴胜俊，贷款是在另一个支行批准的。他打电话想找吴胜俊，却发现吴胜俊已经休假半年了。第二天，行长带来了2位补课老师见贤哲，说晚上请李会长喝酒庆祝，顺便再聊聊他们之间的事。贤哲表现得很谦虚，这让行长感到很奇怪。行长离开时，副行长老陆注意到笑珠的异常，大东和小花在讨论案件的疑点。小花意识到这个贤哲不是许东九，她竟然和她老公同名同姓。从大东那里得知，她老公因为贷款问题和她有过冲突，但小花说他是我老公的好朋友，这让大东感到困惑。旁边的小凯也显得很无奈。小花在大东的桌子上留下了保险计划书，然后给小花打了个电话，约好在贤哲的神话银行见面。小花刚到银行，小黑就看到了他，以为他是来找贤哲麻烦的，于是劝他快点离开。小花却注意到他的名牌写着许东九，正好贤哲出来看到了这一幕，大东也恰好到了，3人就这样奇怪地坐了下来。小花努力向大东推销保险，大东没想到他这么认真。随后大东问贤哲，为什么之前不说你和大叔是朋友？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他说他的贷款已经还清了，不必再追究此事。这让大东感到非常奇怪。贤哲表示他会调查清楚的。下班时，老陆对贤哲说，他每月都会组织一次全体员工会议，会议还会被录像保存，建议他去看看那些录像，这可能会帮助他恢复记忆。于是大叔开始查看这些录像，录像中的宋贤哲工作认真严肃，边看边脑海中浮现出宋贤哲的记忆画面，画面中的宋贤哲警告大叔不要侮辱他。接着他拿出了2个人的身份证，心里想这不可能是我的记忆，突然觉得非常恐怖，连身份证都拿不稳了，难道宋贤哲的灵魂要回来了？就在这时，小花打电话来，她问他需要身份证号码，说是帮他制定计划书，他却说出了大叔自己的身份证号码。小花吃惊地问他到底是谁，大叔吓得赶紧挂了电话。小花不得不再次怀疑他的真实身份。贤哲叫笑珠来到办公室，然后问他除了大叔的贷款作假外，还有没有人反对他的调查。笑珠决定隐瞒事实。贤哲说他非常看重名誉，难道仅为了那2个亿就做这种危险的事？笑珠没有作答。贤哲接着说，即使他恢复了记忆，对你来说也无所谓吧？笑主坚定地说是的，然后让他离开办公室。贤哲的表情又变回了大叔的样子，他其实是在模仿宋贤哲的一举一动，希望能查明挪用公款的真相。这时小黑进来说要带他去见行长，但贤哲对他说，大叔和宋贤哲都是被错怪了。小黑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。当贤哲出席行长的宴会时，遇见了李会长，他们的脑海中闪过宋贤哲过去的记忆。聊天中他们得知，原来宋贤哲曾经违规，帮助李会长解决了资金问题。作为回报，李会长答应介绍郑善宇给他认识，价格是1元。这让大叔恍然大悟，原来宋贤哲是个野心勃勃的人。那天晚上，京城宋慧珍回到家，在车内他试探性地向她表白，慧珍果断地拒绝了。随后他下了车，车里的京城显然不愿轻易放弃。慧珍走着，突然看到贤哲坐在花园里，他问他在这里做什么，贤哲可怜巴巴地求他帮忙。与此同时，笑珠正与某神秘人联系，他说如果贤哲恢复记忆，那他们就完了。笑珠甚至想辞职出国躲避，但对方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让他先解决大东的问题。贤哲对慧珍说他想恢复记忆，希望慧珍能帮助他。慧珍觉得贤哲变了很多，他问他是否对孩子不再有感情，为什么在学校里关心别人的女儿，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儿子江浩。贤哲解释说智秀刚去世，
爸爸因为觉得他可怜才那样做。之后，贤哲问他是否真的想和他离婚。慧珍点头说贤哲其实并不爱自己，然后他就回家了。这一切金成都看在眼里。回到家后，慧珍给贤哲带来了中药，又问他为什么不吃菠萝。贤哲终于开始吃起来。慧珍安慰他不要着急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能找回失去的记忆。他不断地给贤哲加油打气。慧珍递给贤哲一张 CD， 告诉他这是他们在唱片店相遇时他送的礼物。贤哲把 CD 播放了。慧珍在书房外静静聆听，回想起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。显然慧珍心里还留着贤哲的位置。慧珍想找江浩好好聊聊，却发现江浩又一次离家出走。原来江浩和同学们去了上次见到小凯的地方，他们想确认那是否只是幻觉。慧珍告诉贤哲儿子又跑了，贤哲却说男孩子不用太担心。这次慧珍真的生气了，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，都是因为江浩的学习成绩不佳，而女儿美浩一直都是第一名。这种不同的待遇让他变得叛逆。慧珍质问他是否能不那么大男子主义。贤哲听后没有生气，反而向慧珍道歉。慧珍眼含泪水。贤哲说我们现在还来得及改变，既然孩子受了伤，就让我去挽回他的心。慧珍感到意外，同时觉得自己太激动了，忘记了你还在失落中，向他说了声抱歉。贤哲说没事的，接着问江浩最喜欢吃些什么。而慧珍觉得贤哲变化太大，简直就像换了个人。贤哲正要解释自己的身份，女儿美浩恰好来客厅喝水，联系不上江浩，于是贤哲打电话给智秀，请他帮忙联系江浩，让江浩赶快回家。江浩接到智秀的电话后，立刻收到贤哲发来的短信。江浩说他爸爸变得很奇怪。这时贤哲正在熟练地做美食，那刀工至少有30多年。慧珍恰好看到这一幕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江浩一回家，慧珍立刻抓住他训了一顿。贤哲冲过来保护儿子。江浩对爸爸的举动感到困惑，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爸爸做的菜。江浩难以置信这是爸爸做的。慧珍从房间走出来，看到他们笑着说话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贤哲问他寻宝有啥收获，江浩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冒险，就是遇到了小凯。他本以为爸爸不会信，贤哲却表示相信他。智秀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，他一边回复一边下楼，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摔了，幸好小凯及时出现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两人对视一笑，嗖的一下就不见了。智秀到处看也没找到人，不解地看着自己的手。晚饭时，爸爸跟小花分享了他在工地被救的经历，智秀也分享了刚才发生的事。小花觉得很奇怪，智秀觉得可能是爸爸在保护我们。小花提到宋贤哲和老公，不仅名字和生日一样，连出车祸的日期也相同。大东加班检查资料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个窃听器，吓了他一大跳，于是通宵审查监控录像，喝了2大杯咖啡，最后发现了可疑人物。经过一番调查，那人竟是个冒牌记者。大东深夜下班，感觉有人跟踪，立刻警觉起来，赶紧找地方躲起来。大东正想抓住那人时，那人突然疯了似的往墙上跑。大东一跳起来看，那坏人已经消失无踪。贤哲约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见面，这位企业家与神话银行有超过20年的交易历史，他曾被之前的宋贤哲拒绝过贷款。这次见面的目的主要是想详细了解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老陆在和银行高层会面，对方说可以把宋贤哲炒了，让老陆来做支行长。但老陆说宋贤哲改变了很多。当老陆回到银行，听说贤哲正在和企业家会面，他立刻去了贤哲的办公室。贤哲对老陆说，那位企业家与我们银行有超过20年的往来，从他眼神中我看到了真诚与责任感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东山再起。最终决定批准这笔贷款。老陆开始重新评价他。小花约了贤哲签署保险合同，却意外发现了他家的那盆花。小花追问起贤哲的血型，还问他第一次见妻子是什么时候，他们交往了多久。你了解江浩的背景吗？贤哲被问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小花指责他对我家底如数家珍，却对自己的事情答不上来。贤哲说，如果我说出真相，你敢保证不害怕吗？小花害怕了，叫他别说了，然后解释说贤哲可能还没完全恢复，这是车祸后遗症。贤哲好奇是谁告诉你的。小花解释说保险前要先调查清楚，所以他特地去了医院一趟。贤哲急忙提议签约，但在填写身份证号码时，他却迟迟写不出来。小花慌忙离开了办公室，她开始疑惑宋贤哲是不是她老公，心里却又自我否认，感觉这位大叔的灵魂附在了宋贤哲身上。他正忙着参加一个新闻采访，面对各种金融相关的提问，他脑海一片空白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突然想起小黑，问他为什么不拒绝采访。他说自己以后可能会变成贤者，但现在他不想做大叔，也不做贤者，
他想以一个全新的自我生活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海量的知识，使他能够回答得非常专业，流利地回答了主持人的各种问题。采访结束以后，小黑开着车带贤哲到了工地，看到父亲在那辛苦地工作，他想立刻卖掉车帮家里人。小黑提醒他还有25个小目标没完成，为什么要急着卖车呢？想了想，觉得也对。晚上回到家的花园，恰好女儿美浩从补习班回来，于是父女俩开始聊天。他问美浩的梦想是什么，美浩一开始说他不确定，然后说可能是想得第1名。贤哲告诉他这样不对，成绩好坏并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，告诉他只要好好吃饭，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很好，提醒他明天是周末，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太累。然后两人手牵手走回家，这一幕慧珍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第二天，慧珍带贤哲去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，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没想到原来小花和那位大叔也曾在同一天来到这里，问贤哲是否想起了什么，但贤哲摇了摇头，接着问慧珍，你希望我变回以前的样子吗？慧珍看着他却没回答。小花看到了关于贤哲的新闻报道，注意到他和大叔有一样的习惯动作，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。想起大叔第一次来找他时说的话，他说自己并未正死去，只是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。小花越想越觉得害怕。慧珍和贤哲路过他们初次见面的 CD 店，贤哲突然停下了步子，他竟然想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。慧珍好奇地问他想起了什么，他说他记起来了，你当时在我手心写下了你的手机号。这时接到了小花的电话，贤哲看了看慧珍，然后偷偷接了电话。小花约他今天见面，看这情况贤哲哪能离开，最后决定明天见。慧珍问他那是不是那个女人，贤哲急忙解释说不是，他们来到了以前常去的餐馆，而大叔是和小花一起来的。慧珍本以为贤哲想起了共同的回忆，一问才知道并不是。慧珍生气地追问他是不是早就有别的女人了，贤哲立刻坚决否认。吃饭的时候，贤哲一直在注视慧珍，慧珍问他为什么老看着他，贤哲说因为你很美。慧珍觉得他又在胡说八道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买了很多食材回家，慧珍惊讶他居然还会做饭，儿子则说死而复生的人可能会有超能力。贤哲邀请慧珍一起坐下，慧珍爽快地接受了，还夸他像个大厨。贤哲的表情显示出他说中了。当他发现脸上沾了面粉，他努力地提醒慧珍，但慧珍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温柔地帮他擦干净。睡前慧珍在吹头发，贤哲看得出神，被慧珍发现后，他赶紧钻进被窝。慧珍提到他不习惯侧睡，贤哲赶紧调整成平躺。慧珍告诉他不必刻意改变，他喜欢现在的他。贤哲抬头看着他，慧珍这才意识到他说出了心里的话。那晚他们首次敞开心扉，聊起往事，提到第一次接吻，还有他们看的第一部电影。贤哲问他是不是宋贤哲的初恋，慧珍说他只知道他是他的初恋。之后他们只是相互凝视，两人默默无言，却仿佛说了很多。小花回忆起贤哲复活的新闻，他赶紧查手机上的相关信息，发现很多报道已被删除。他立刻冲到医院，想确认自己的猜想。医生们已被媒体烦透了，听到小花的问题后，生气地把他赶出去。小花问爸爸是否相信奇迹，他说相信，因为他曾在工地上被救。小花接着问是否相信灵魂能转移到别人身上，爸爸说那是不可能的，太荒谬了，还说电视剧误人子弟，劝他别看那些剧，然后让小花邀请贤哲来家里坐坐，顺便向他表示感谢。次日，贤哲像小孩子一样跳上车，心情特别好，因为他今天要去见小花。他叮嘱小黑别告诉妈妈今天的见面，还说他已经习惯了这个身体。小黑看着他觉得有点神经。见面后，小花向他道谢，感谢他帮忙在银行推销保险，说今天的饭就由他来请。随后带他去了他们以前经营的餐馆，特意点了他最爱的海鲜面。吃到一半时，小花让他有话就现在说，这让贤哲吓了一大跳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小花开始使出杀手锏，说他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。大叔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今年生日时小花送的那件衣服。小花不停地观察他的反应，贤哲的表情完全失控了。最后小花说他爸爸想亲自感谢他，邀请他到家里做客。贤哲立刻答应了。小黑看到他们一起走出来，立刻打电话给贤哲妈妈汇报，因为多次在小花面前跳舞，妈妈觉得有些尴尬，不想再见他，让小黑务必紧跟他们。那天贤哲在上班，当他查看账户余额时，突然感觉到两个灵魂在对话。宋贤哲说那不是你的钱，别乱动。大叔说你已经死了，那钱就归我了，我就是你本人。宋贤哲让他别说话，坚称对方绝对不是他。大叔不停地和他争辩。转眼间贤哲到了小花家，
带来了3000万给爸爸，条件是爸爸不再去工地工作。爸爸说不工作他会不习惯。贤哲提醒他腰不好，还有高血压，劝他不要再工作了，还问他最近是否没去下棋，让他们一家都感到困惑。竟然这么了解爸爸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大叔意识到说错了话，感觉事情不妙，马上说自己饿了，能吃到小花做的饭真好。大叔感到非常满足，最后还拍了一张大合照。慧珍在工作时开始想念贤哲，于是发消息问他晚上是否一起吃晚餐。慧珍回家后查看手机，发现贤哲还没回信息。他开始整理书房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盒子，拿出了一本笔记本，里面记录着厨师的炒菜秘籍。因为贤哲帮小花推销保险，结果被人举报到银行总部，同事们进行了讨论和分析，认为是我们支行的人举报的。这时的贤哲并未处理正事，支行的业绩持续下滑，一个支行长居然在上班时间给同事们做饭。他把菜品摆放得很有仪式感，然后冲出来叫大家快来吃饭。发现大家的表情都不太对劲，走过去一看电脑屏幕，屏幕上显示着人事变动的通知，看来事情要糟了。贤哲仍然勉强笑了笑，催大家赶紧吃饭，然后沉着脸回到办公室。大家都没动筷子，坐在美食面前，在小黑的催促下才开始吃。同事们边吃边替贤哲感到不平。这时小黑才明白，原来小花并不是贤哲的情人。大叔在办公室放起了贤哲最爱的歌，闭上眼睛享受音乐。等同事们吃完，大叔已经换上了正装，整个人气质全变，眼神中透露出宋贤哲特有的锐气，整个支行的人都感受到了，就像是大师兄归来的感觉。他帅气的迈开步子，仿佛是去参加颁奖礼，连小黑都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转眼间他已经进了行长的办公室，请求行长给他多1个月时间。他自信满满的保证一定会夺回业绩第1的位置。行长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场，感慨这才是真正的英才，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贤哲刚走，笑珠就找到行长，表达了辞职的意愿，但行长不同意，还要他继续监视贤哲。妈妈亲自去公司找小花见面，小花先跟妈妈说话，贤哲那天在葬礼上真的是起死回生了吗？妈妈坦白说的确如此。小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，妈妈说她真的很难相信，难以置信贤哲能和你相处这么多年。小花解释说您误解了，她和贤哲不是那种关系。然后她补充说似乎是我丈夫替你儿子去世了。妈妈想要深入了解这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小花匆忙地离开了餐厅，刚好在餐厅门口碰见了慧珍，她急忙跳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当出租车停下后，小花告诉司机这不是她要去的地方，司机竟然是小猫。小猫找借口说有事让小花先下车。与此同时，贤哲也在打车，停在他面前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小猫。小花一边走，正好看到迎面走来的贤哲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猫精心安排的。小花的毛巾被龙卷风吹走了，贤哲绅士般的捡了起来，温柔的把毛巾围在小花的脖子上。小花激动的问他为什么当初告诉她那是她丈夫，还知道智秀的眼睛有散光，对他爸爸说他是他的儿子，又说那位大叔和你同名同姓，还是同一天出生的，同一天出了车祸。虽然我丈夫去世了，你却复活了，但复活的却是我的丈夫。大叔说如果一开始你们能相信我，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复杂。大叔含泪告诉他，他不是小花的丈夫，也不是智秀的爸爸，而且是另一位宋贤哲。小花全身颤抖的听着，伤心难过的转身就走。大叔也流出了复杂的泪水。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开了。小凯觉得自己快烦死了，抱怨小猫来了也帮不上忙。小猫说这里有他们的美好回忆，以为他们会重新和好，没想到大叔会这样做。原来这是大叔当年求婚的地方。小花原本打算坐公交车回家，结果公交车被小凯开走了，直接就开走了。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小花面前，司机竟然是小凯。小凯满脸愧疚，知道小花心情很不好，就放了歌想让小花开心，没想到播放的全是伤心歌。小花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在车里放声大哭，看小凯的表情就知道他哭得多伤心。大叔看着手里的身份证，觉得自己现在还不能回去，他还有事情要做，然后他把身份证扔进了河里。小花彻底失去了活力，无法集中精神工作。推荐人带他出去拓展客户，顺便帮他打扮一下。他们来到一家服装店，小花试穿了漂亮的鞋子和裙子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当他们准备买单时，导购员告诉他裙子价值158万，他赶紧检查吊牌价格，原来是他看错了，误以为是15万8千，于是急忙离开了。推荐人问今天不是可以随便消费吗？那么喜欢为什么不买呢？小花说她最遗憾的就是大叔在世时从没买过超过20万的衣服，只穿棉服没穿过羽绒服。大叔总说等赚钱了给我买，没想到他那么早就离开了。
推荐人心疼地抱了抱他。晚上小花回到家门前，看到了白天穿的衣服和鞋子，吓得他赶快跑回家。勾魂使者突然出现，原来是小猫的好心，但小凯说小花是正直的，他不会拿走那些衣服和鞋子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花把他们搬回家了，小凯被打脸了。回家后，小花删除了那天的合照，女儿却把照片印在了 T 恤上。小花情绪失控，让她赶紧脱下那件衣服。智秀不懂妈妈为何激动，小花说贤哲不是你爸爸，你爸爸已经去世了。慧珍发消息给贤哲，问他在做什么，贤哲说他在工作。慧珍说他也在工作。贤哲问他吃了没，慧珍说已经吃过了。问他什么时候回家，贤哲说不会太晚。慧珍开始更关心贤哲，大东请人帮忙拼出破坏大叔车的嫌疑人肖像，还调查了大叔与宋贤哲的通话记录，他们生前从未有过联系，他们根本不是朋友，一直怀疑小花有问题。慧珍碰巧在这里看到婆婆和小花在一起，慧珍追过去问婆婆，你怎么认识小花的，为什么要见她？婆婆听后以为慧珍早就知道了，婆婆一时间感到很混乱，说等她想清楚再解释，然后就快速离开了，这让慧珍更加怀疑。慧珍那天在工作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于是打电话给婆婆想了解清楚。婆婆看到是她的电话，吓得赶紧关机，旁人还以为她有危险。慧珍又打电话给小黑，她问小黑，你认识宋智秀吗？小黑故意装作不知道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不一会儿，小黑来到办公室，对贤哲大发雷霆，让他好好对待慧珍，如果不爱就干脆离婚。贤哲听后没有反驳，然后拿出抽屉里的离婚协议。得知孝珠已经升为副支行长，当有人帮他整理笔记本时，他突然敏感地抢过来，然后让小黑帮忙搬东西到办公室，结果小黑忘记了金库钥匙。贤哲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会上他首先向大家道歉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提升业绩。大家都积极提建议，可是朱处处针对贤哲，他作为支行长应该出谋划策，而不是让大家替你擦屁股。贤哲开始追问他，你不是一直说我们关系好吗？为什么现在不仅不帮忙还落井下石？听到这话的同事们纷纷转头看向肖珠，肖珠没法再说什么。同事们开始加班，拼命派发宣传单，甚至跑到寺庙里祈祷，希望业绩能有所提升。大叔找到了道上的老大，希望他可以把现金存到他管理的银行。对方看在大叔的面子上，加上他是支行长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，还请大叔吃了猕猴桃。两人喝酒聊天时，大叔突然晕倒了，道上的大哥急忙把他送医院，想用大叔的手机通知家人，便拨了个存为老婆的号码。电话接通后竟然是小花，于是他发现大叔把小花存为老婆，即便大叔否认，小花知道后还是很震惊。贤哲让小黑送爸爸回家，车上他们聊了起来，小黑才知道他爸爸的儿子也叫贤哲，而且已经去世了。等大叔的爸爸下车后，小黑越想越觉得有问题，他回想起贤哲复活时对他说的话，以及一直以来的表现，于是决定给贤哲打电话。手机原来是在道上大哥手里，他们这才知道贤哲被送进了医院。此时慧珍正在家里检查贤哲的盒子，突然接到小黑的来电，小黑告诉他贤哲在医院，他立刻赶往医院。小黑是第一个到达医院的，紧接着慧珍也到了。慧珍自责没提前告诉他贤哲对猕猴桃过敏。他们正从医院门口出来，恰好碰到急匆匆来的小花，四目相对，都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场面尴尬的不用多说，小花转身就想逃跑，慧珍忽然叫住了他，先跟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询问他来这里做什么。小花的目光落在大叔身上，这让大叔紧张的不行。小花随口说来看朋友，因为朋友住院了。慧珍质疑他为什么不进去看望，小花又转身想走，小花解释说记错了楼层，然后急忙离开。小黑赶紧帮贤哲上车，小花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贤哲，贤哲上车前也回望了一眼，车里的慧珍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贤哲回家发现盒子被动过，他显得非常紧张。慧珍追问这是怎么回事，贤哲说是大叔让他暂时保管的。慧珍继续追问，碰见小花只是巧合吧？贤哲迟疑的回答是的。慧珍表示他相信他，无论贤哲怎么说他都会相信，他完全信任了贤哲，然后便离开了书房。贤哲终于松了口气。到了深夜，小花收到了贤哲发的语音消息，贤哲在留言中说了声对不起。小花听后气愤地说怎么有这样的人，她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。第二天上班时，贤哲想到了之前，他把一本笔记本放在抽屉里，于是他砸开了抽屉的锁，打开笔记本一看，里面确实记录了重要的资料，资料中提到了宋贤哲，记录了交接物品的技巧和方法，这就是所谓的社交秘籍。第二天真的有人来银行找贤哲，却看到了孝珠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
慧珍叫住了他，说笑珠上次寄来的花和书他都收到了，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出错，祝福应该亲手交给当事人。笑珠说他现在对贤哲没兴趣了，而慧珍告诉他，如果你哪天结婚了，你也会收到相同的书和花，那时你就会理解这种心情。不久后他遇到小黑，他问小黑贤哲在办公室吗？小黑说贤哲为了业绩，最近连午饭都没时间吃。慧珍不想打扰贤哲，就和小黑一起吃午饭。聊天中得知贤哲受到了处分，小黑说贤哲变得很奇怪，居然在银行给大家做饭。慧珍说他在家也从不下厨，但现在刀工非常好。小黑越说越来劲，说贤哲变化太大了，但在关键时刻又犹豫了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。慧珍让小黑多关照贤哲。肖珠在电脑前查账户余额，结果只看到13个小目标，他冷笑一声，然后拿起手机打电话。对方接通后他说，转账金额和原计划相差太远，还提到他掌握了行长的把柄，即便被发现，他有办法安然无恙。晚上大叔拿出社交秘籍，认真学习交往技巧。另一边的小黑在准备饮料，他回想起贤哲复出时的话，于是打电话叫贤哲出来见面，他要确认贤哲的真实身份。挂完电话的贤哲准备外出，慧珍以为他这么晚还要工作，贤哲说是去见小黑。慧珍说道，他知道贤哲为业绩努力，提到他的超市正找人做金融宣传，问他要不要提交方案。贤哲对他表示感谢，慧珍也感谢贤哲，因为贤哲终于让他出力。大叔和小黑见面后，小黑含泪询问大叔，他是不是青语高中的宋贤哲？大叔否认，他说自己是西关工业高中的。小黑问那我的朋友宋贤哲呢？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？大叔承认自己是料理店的宋贤哲，而支行长的宋贤哲已经去世，他只是借用了支行长的身份。小黑哭得很伤心，说他很想见到贤哲。大叔一觉醒来后，发现慧珍正躺在他身边。慧珍轻轻摸了摸大叔的脸，问他累不累。大叔紧紧握住了他的手，然后抚摸了慧珍的袖。道上大哥带来了几箱好东西给银行，还让小黑带他去见贤哲。贤哲正在办公室看社交秘籍，看到道上大哥来了，赶忙过去打招呼，热情地拥抱了一下。小黑看得目瞪口呆，原来那些好东西是马内夫的。行长见状，马上让人拿来所有点钞机，一轮操作下来，结果坏了999台点钞机。大东让小花辨认嫌疑人的画像，小花说看着不太像，于是大东让画师修改。小花建议调查会修车的人，大东跟小花说，大叔和宋贤哲生前没联系过，他们不是朋友吗？第二天大东去银行找宋贤哲，却发现小黑的真名是许东九。他问小黑认不认识画像中的大叔，说他是宋贤哲的朋友。小黑说他跟贤哲初中就认识，他基本知道贤哲的所有朋友，但他真的不认识照片上的大叔。大东告诉他大叔已经去世，而且跟宋贤哲同名同姓，连生日都一样，现在怀疑是谋杀案。正在这时，小花也来到了银行。大东向小黑透露，那是故人大叔的妻子小花。大东随后走过去跟小花问好，这让小黑吓了一跳。大东对小花说，贤哲被卷入了她丈夫的案件中。小花询问小黑，知道贤哲他们中彩票的事吗？小黑回答，贤哲是绝不会买彩票的人。接着，小黑问小花和贤哲是什么关系，小花坚决否认，说完便准备离开。大东询问为何这次不来银行，他解释说因为给贤哲带来麻烦了，所以来向他道歉。大东追问具体是什么原因，小花只说了一半便停止了，然后匆忙离开。这一天，大哥打电话给贤哲，提到和朋友谈起了贤哲的事，他的朋友决定帮助贤哲，让贤哲第二天去他的办公室，还特别嘱咐要开车过去，并且把后备箱清空，确保是完全空的。贤哲在电话那头连声感谢。与此同时，大东拿到了大叔的贷款记录，发现贷款提前在3月20号结清，而大叔已在19号去世，怎么可能有死人还款呢？大东还查到了宋贤哲的银行账户信息。离开时，大东突然被人用凶器顶在背后，随后被带到小巷。就在歹徒动手的瞬间，大东抓住机会反击了，结果还是中了一刀。歹徒看形势不好，立刻逃走了。第二天一回到警局，大东突然发现他的伤口已经完全好了，还得到了歹徒藏身的位置，立即赶到现场。一进门就看见歹徒躺在地上。小花坚持进行陌生拜访，即便被保安轰出去，她依然笑着诚恳地向对方道歉，因为她的梦想是成为保险业的王者。这一天，小花坐在小树林里，开始回忆她和大叔在餐馆里的爱情誓言。她掏出了大叔的手机，用自己的手机给大叔拨号。通话接通后，向大叔倾诉相思之苦，还提到今天是智秀的生日，提到大叔每年都会和智秀合影。小花感觉大叔似乎还在世，就这样坐着哭了很久。或许只有真正深爱过的人才能体会这份心痛。
见过阎王的江浩，在网上看到关于小凯的帖子，他们决定亲自去现场看看。到了晚上，智秀站在曾经被救的台阶上，想再次摔倒，看看小凯是否还会出现。结果在他摔倒的瞬间，果然有人出现了，不过这次是江浩。智秀问他怎么会在这里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网上那个帖子是智秀发的。智秀说你们不会相信的，竟然他们3个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会相信，这让智秀完全懵了。江浩和智秀他们一共5个人，他们来到了小凯相遇的地方，原来他们是来这里为智秀庆祝生日的。欢乐之后，他们躺在地上仰望星空，突然好像发现了外星人似的，原来是小凯在天空中，他在空中送来了生日祝福。慧珍在整理美浩的书桌，无意中发现他的成绩大不如前。第2天，慧珍去了学校，老师说打他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，经大家确认后，才发现美浩在学校故意给老师留了个错误的手机号。因为慧珍的推荐，贤哲来到金城的办公室谈合作。金城见到贤哲非常惊讶，因为他之前不知道介绍人是他的妻子。谈完工作后，贤哲邀请慧珍去吃午饭，他发现慧珍心情不好，问他发生了什么。慧珍透露美浩的成绩都是假的，连作业都是抄来的。贤哲问为什么会这样，慧珍解释说因为美浩想得到第1名，这样才能得到爸爸的表扬。贤哲决定跟美浩好好谈谈，他心疼地握住慧珍的手，叫她好好吃饭，别让自己饿着。你能理解慧珍此刻的心情吧？贤哲晚上找到了美浩，他告诉美浩不必非得拿第1，就像房子需要屋顶一样才能感到温暖。第1名的位置上空无一物，实在太冷清了。相比之下，在学习上拿第1名，还不如在快乐或调皮上拿第1，这样的人生才更加幸福。那时候的美浩已经哭成了泪人，贤哲紧紧抱住他说，只要我家美浩幸福就已足够，不追求什么第1名。到了晚上睡觉时间，慧珍对贤哲表示感谢，感谢他没有离开他们母子，选择留在他们身边，给他们带来了新生，为他们创造了奇迹。贤哲没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慧珍。第2天，小花接到了大东的电话，大东说他怀疑大叔的死与宋贤哲有关。另一边，贤哲正准备去上班，他回想起之前与金行长的通话录音，那是在车祸发生前，宋贤哲拒绝了金行长的贷款要求，给5星集团的贷款请求被拒，他还特意录下了通话，所以他让慧珍马上把手机递给他。紧接着是大东对贤哲的指控，小黑带着慧珍急忙前往警局。慧珍非常担心，大东询问贤哲是否认识张基哲，就是那个破坏大叔车辆的人。贤哲说他不认识，然后大东拿出了相关证据，说张基哲在13号那晚被杀，现场找到了他的领带架，问贤哲如何解释。贤哲反问大东，为什么有人要破坏大叔的车，导致了那场车祸。大东听后有些生气，他说自己跟踪张基哲调查了很久，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他，结果人却被杀了。贤哲开始理清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，说大叔其实根本就没贷款过，但却出现了一份贷款合同。贤哲感觉是有蹊跷，于是他开始调查，结果发现大叔去世第2天，贷款就被还清了，死人怎么可能还款？更让人奇怪的是，批准贷款的那位银行职员已经半年前就停职了，因为停职的员工仍属于公司，有人冒用了他的名义伪造了贷款合同。恰巧那时大叔去银行申请了贷款，幕后的人害怕事情败露，于是为了拖延时间，故意破坏了大叔的车。大东追问到底是谁做的，贤哲说他还在调查中，他还提到可能是某人知道了这些事，所以故意在现场留下了领带架。大东对贤哲所说的半信半疑，说张基哲被杀时抓下了对方的领带架。贤哲说明那个时间他根本没带领带。小黑随后证实了贤哲的话，因为那天他们俩去喝了2杯。慧珍和小黑在等贤哲出来，这时小花急匆匆地到了警局，急忙问小黑到底怎么回事，这让慧珍更加困惑了。小花急切地问大东在哪里，还说贤哲不可能做那种事，他看起来非常紧张。贤哲和慧珍都觉得很奇怪，还注意到小花因匆忙而穿错的拖鞋，他开始更加怀疑这个人了。当大东和贤哲一起走出来时，小花大声责骂大东，质问他怎么能随便抓人。大东警告他别乱说，但小花一点也不害怕，这让慧珍开始有所思考。小花还责怪贤哲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还要跟大东去警局，说她和她老公一样没品。慧珍忍不住了，直接问小花什么意思，质问她凭什么在这里闹事，问她为什么这么激动，要求她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小花试图找借口，慧珍说她才是该生气的人，她才是该争论的人，说小花的行为真让人费解，问他们俩到底怎么了。小黑看不下去了，离开警局之后，小黑让大叔和慧珍坦白一切。贤哲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小黑让他回到小花家，贤哲担心慧珍会怎样，
是让她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吗？要告诉江浩和美浩，他们爸爸不在了吗？小黑继续追问她原来的家怎么办，还有她老父亲怎么办。说今天小花的表现很明显，如果不是贤哲，她不会这么激动。贤哲说小花知道了，但她否认了。小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贤哲说还有贷款问题没解决，解决了就回去。转眼间慧珍找到了贤哲，把他需要的手机交给了他，希望他能解释清楚小花的问题。可贤哲说现在还不到时候。笑珠在质问对方为何杀人。这时贤哲进来了，他问笑珠是否认识吴胜俊。笑珠回答说认识。贤哲说明这人在被停职期间批了大叔的贷款。笑珠说停职员工的档案会转到人事科，理论上这是不可能的。贤哲还说连抵销处理都是在大叔去世后进行的。他还说吴胜俊害怕被发现，所以故意搞坏了大叔的车，并杀了搞坏车的那个人。他继续说有人把他的领带夹放在了现场。笑珠紧张地问贤哲是否恢复了所有记忆。贤哲遗憾地说记不起关于领带夹的事了。他转头问笑珠你知道领带夹的事吗？笑珠说不知道。贤哲提出跟笑珠打赌，看谁能先想起来。说完就走了。笑珠开始紧张起来，他突然想起原来贤哲曾在他家遗忘领带夹。这一天贤哲找到了张春。张春是贤哲进银行时的同期同事，但一直是个老二，总是被贤哲压着。后来他被调到人事部当部长。贤哲此行的目的是来查停职员工名单的。张春知道原因后爽快地交给了贤哲名单。他还告诉贤哲说他在坏账列表里找到了5星会长，李顺武的名字也在上面。原来那笔贷款是由贤哲批准的。贤哲去找金行长商量，没想到金行长先是指责贤哲，责怪他轻率地为5星集团盖了章。贤哲却完全不知情。金行长解释说就是上次见面时的那位李会长，他批准了3000万给他，还说他会尽力找办法，大问题可以小化，但不可能毫无后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贤哲坚称他曾明确告诉金行长他不会同意那批贷款。金行长听后大为光火，质问他有没有证据证明他曾这么说。贤哲意识到金行长是对手，肖珠装作头晕不适，同事们陪他出去打车回家。小黑整理办公室时发现金库钥匙掉在椅子上，又提醒他总是不留心。肖珠上了出租车，露出狡黠的笑容。贤哲在报纸上看到5星集团的李会长被检察院传唤，他开始查休假人员名单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就在这时，他得知笑珠突然请假了。他觉得笑珠突然请假肯定有蹊跷。他拿着手机到修理店去修，希望能恢复里面的录音，但是对方告诉他手机损坏太严重，无法修复。他坐在花园里思考这个问题，恰好遇到了江浩。江浩问他是否是智秀爸爸的朋友，然后提到他和智秀一起庆祝生日的事情，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贤哲听说是智秀的生日，于是急忙离开了。原来他忘了智秀的生日，所以赶紧来补偿。他非常认真地向智秀道歉。智秀说不要紧。他提到爸爸送了一个神奇的礼物，那就是小凯变出的生日祝福。智秀说他非常想念爸爸，他说自己现在只有15岁，至少还要想念爸爸50年。他感觉爸爸好像还在生活中。听女儿这么说，大叔努力掩饰自己的泪水。拥有2个灵魂的大叔再次路过教堂，他站在牧师面前。大叔说他已经有家了，但突然间又多了另一个家庭。他想回到原来的家，但这太难了。牧师说幸运的是你来了，这个男人让贤哲的家变得这么完美，真是万幸。但你必须回去，回到你本来的地方，继续执着只会带来更多伤痛，必须把一切恢复原状。牧师继续询问，是因为你有了宋贤哲的记忆，所以感到困惑吗？还是你已经爱上了他的妻子？大叔说如果是那样，还能被原谅吗？小凯和小猫也到了教堂，他们目送大叔离开，对这一切也感到无奈。慧珍通过贤妹妹得知，小花曾对婆婆提过她的老公代替宋贤哲去世了，这让慧珍非常震惊。到了夜晚，慧珍询问大叔与小花之间的关系，并且列举了最近的一些事情。她要求他不要撒谎。贤哲沉思了一会儿，随后拿出了签好的离婚协议。慧珍看着签名，眼泪立刻流了出来。这时小花突然收到大叔的短信，短信说小花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小花感到非常惊讶，她试着回拨电话，但没人接听。于是她拿出了宋贤哲的号码比对，发现号码竟然完全相同。大叔的父亲回家后，小花向他揭露了真相。父亲认为小花只是太想念大叔了。小花讲述了大叔复活后的经历。父亲回忆起贤哲曾找过他，谈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。小花不断提出自己的依据，父亲开始有所动摇。不久，大叔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立刻赶往父亲约定的地点。父亲特意点了大叔最爱的炸酱面。
大叔让服务员给父亲拿木筷子，父亲深沉地低下头，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只用木筷子，接着询问他是否喜欢吃炸酱面。大叔说非常喜欢。父亲说这和他儿子一模一样，还特意帮大叔拌了炸酱面。大叔看着父亲，心里很难过。父亲说我们好好吃面吧，今晚什么都不说。慧珍仔细看着离婚协议书，她不明白贤哲怎么变化的这么快。第二天，慧珍打电话给小花约见面，小花同意了。女人见面无需多言，多美就打扮得多美，化妆不行就换个样子。终于到了对峙的一天，慧珍说我们早就该见一面了，现在感觉有些晚了。小花开口了，直截了当地说请把宋贤哲还给我。慧珍没想到一开口就这么猛。小花接着说那个人不是你的老公，他是我的老公，请把他还给我。慧珍说这种要求既无理又不合常理。小花说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想要回我的老公。慧珍还是不懂，她凭什么说是她的老公？小花开始解释复杂的经过，说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完全一样，连生日也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出事的日子都相同。你的老公的事故很严重，而我的老公只是轻伤，本来应该是你的老公死去，但我的老公突然消失了。慧珍问小花你是不是想说你老公的灵魂进入了我老公的身体？小花说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慧珍说我对你丈夫的去世感到难过，但用你的悲痛和绝望来扰乱别人的家庭是不对的，这样做是对你去世丈夫的不敬，让小花的话更有分寸些。小花激动地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发生了，所以我都快疯了。慧珍说让他一个人疯就好了，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。小花说大叔一复活就直接来找她了，还说是她老公，说自己的身体都被火化了。慧珍打断小花的话，说当时她老公状态不正常，她的话完全不可信，希望小花能理解。小花又打断了慧珍，说大叔昨晚给她发了信息，然后拿出手机给慧珍看短信，短信内容是赶紧回到原位。小花让慧珍确认手机号，说这号码是贤侄的，也就是她的老公的号，所以她请慧珍把大叔还给她。小花继续说大叔知道他们的所有秘密，问慧珍这怎么解释。慧珍反问小花，她也知道只有我和我丈夫的秘密，这件事该怎么解释？慧珍提到大叔记起了出狱的场景，最后慧珍警告小花，她可以原谅小花过去的行为，今天可以不计较，因为都是女人，有时需要互相理解，但如果她再说那种话，并且再出现在那些地方，慧珍绝对不会容忍。说完这些，慧珍拿起包就离开了。第一轮争执结束，慧珍似乎占了上风。大叔接到小花的电话，电话里说爸爸病了。大叔一听就紧张起来，立刻站了起来。他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问谁是爸爸的监护人，大叔立刻冲上前，清晰地报出了爸爸的病史。小花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医生让儿子签字时，大叔抢先签了名。小花要回家拿衣服，他请大叔暂时照顾爸爸。大叔接到了行长的电话，他告诉对方爸爸病了，请他先管理银行。爸爸醒来后，大叔抱怨爸爸不听医生的话，说他还去工地干活，这才让身体变成现在这样，又嘱咐他少喝酒。爸爸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贤哲说他是大叔，并让他等一等，说他还有事要处理，处理完就会回来。但爸爸让他不要回来了，让他在外面过新生活，说自己愿意承受这一切，还说没能好好照顾大叔，连碗炸酱面都没买给他吃过。自己从19岁就在中餐馆工作，一生都在厨房辛苦。接着说宋贤哲家境好，有很多钱，让大叔穿西装过上帅气的生活。爸爸说他现在无憾而死，让他千万不要回来，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要听，就这样好好过日子，开豪车，吃高档美食，真的别再回来了，这个家我来负责，你现在不再是我的儿子。大叔反问爸爸怎么能这样说。爸爸接着说宋贤哲的父母把他教育得很出色，他不仅体格健壮，外貌英俊，学业也优秀。说到这两个人都哭了。爸爸自责自己无能，让大叔把余生当成是已故母亲留给他的礼物，要他堂堂正正地活下去。大叔问爸爸为什么这么说，爸爸又说如果你回来，宋贤哲的妻儿怎么办？辛辛苦苦抚养他的父母怎么办？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小花听得清清楚楚。小花强忍着泪水面对丈夫的灵魂和别人的身体，小花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贤者终于承认他就是大叔。小花质问他之前为什么否认，他解释说他身上有两个人的记忆，有时候分不清是谁的记忆，他既是小花的丈夫，也是另一个人。小花坚决否认，叫他不要说那种话，说他就是她的丈夫智秀的爸爸。大叔说现在银行的高层怀疑有人伪造了他的贷款记录，他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否则这个身体会背黑锅。小花说既然不是你做的，为什么要让你背这个锅？大叔说这世上没人会相信我，
还说他现在的血型是 B 型，不是 A 型。他不再是那个送餐员，而是银行的一名职员。大叔请求小花给他一点时间，一切搞定后我会回来的。小花担忧地问，如果解决不了怎么办？大叔坚定地说，他一定会处理好，只有这样他才能照顾到自己和智秀，还有慧珍以及江浩和美浩。小花一听这话就急了，质问他为什么还要考虑那些人。大叔解释说他也是那个家庭的一份子，这话让小花气得不行。第二天，爸爸希望小花不要让智秀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小花反驳说，那样不行，他虽然是你儿子，但他也是我的丈夫。智秀的爸爸说，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。那天下午，小花去找小黑，他询问小黑到底知道多少。小黑说他几乎知道所有的事。小花感叹，没有人支持他，明明我丈夫还在人世，我怎么就得当寡妇？小黑说他一开始也接受不了，但看到大叔和他说话，对他笑，他就慢慢觉得大叔是宋贤者。小花坚决说不是，你的朋友宋贤者已经死了，那个人是我的丈夫，你清醒点。小黑说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他确实是你的丈夫，也没错，他是慧珍的丈夫。不管宋贤者怎样，别人都认为宋贤者说小花的丈夫已经去世。小花问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说，连我公公也让她留在慧珍那里。慧珍也说大叔是她的丈夫，还威胁说绝不会放过我。现在连你也这么说。小花解释，她找小黑是希望他能帮忙，她拍着胸脯恳求小黑帮忙，不断重复着请帮帮我。小黑说再等等。小花说她真的很害怕，她担心她再也不会回来，说慧珍太漂亮了。小花一路哭着回家，小凯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陪伴着她。